放弃的时候，所谓老师放弃或是家长放弃的时候，我反而会比较轻松一点。要不然，其实我现在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梦到我回去小学、中学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噩梦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燕郑冰燕，欢迎收看我的第2集 Podcast。Hello， 冰燕的粉丝朋友们 ，Hello。是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和我一起演唱《佛陀的光》的歌手 Timmy Queen。OK， 我先讲为什么我邀请我们的这个 Timmy 来上我的节目。当然我的这个节目很 free and easy 啦，我就是想访问一些我身边我觉得很有才华的人 ，OK， 或者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认识的人。那 Timmy 呢，我很欣赏他的嗓音，因为他的嗓音就是很干净。然后呢，我又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又是一个动画老师，然后呢，你又唱歌很厉害，所以呢，就今天想要聊一下，就是你的才华这方面。OK， 所以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当时候是怎样认识，你还记得吗？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净土宗找你制作一首歌，对不对？然后你就在你的 Facebook 那边问说有没有男歌手？对。然后我有一个认识我的朋友，也认识你的朋友，他懂我会唱歌，然后他也懂我也是唱过佛曲，然后他就把我的名字 tag 在你的那个 Facebook 的 post 下面，然后你就是我来找你的吗？对你 message 我的。哇，所以其实是我主动开启这个缘分，没有啦，要非常谢谢那个。还在一上嘛，其实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上司哦，他是我的学校的老板。他是以前听过你唱佛曲是吗？他懂我会唱歌，然后因为我也有在唱佛曲啊，所以他懂啊，所以他就推荐我给你了。OK， 其实我忘记了具体的细节，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有同时找很多人。OK， 其实我那时候找了差不多应该至少有5-6个男歌手，然后你是我极力推荐的，就是他们好像当时候那时候我给净土宗选，然后爆料就是他们有选了2-3个，然后到最后就是极力推荐。所以他有选我吗？我应该是有的，但是他们好像他们其实同时选了2-3个的，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一把声音最好听。哇，真的是太幸运了。对，我觉得法师其实很严，其实有吓到我。对，我们录了很久。其实因为当时候法师找我的时候，他是说他们只是翻唱歌曲，然后我就想说很简单，翻唱歌曲应该就是1-2个小时可以搞定。结果那个时候我们录了，我看至少有4个小时。男女好像都加起来有4个小时，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女生跟我对唱的。对，其实很长，因为就算我录歌，我录新年歌。原创男女我们也是2个小时内搞定然后其实你们那时候录到4个小时，其实我有点崩溃了，因为我看他一直不满意，一直重来。然后其实我是我个人是已经达标啦，但是因为法师有他们的要求，所以那首歌出来，我觉得蛮好听的啦。我觉得老师那个法师的那个要求还蛮合理的，其实现在后来看回去啊。不过其实真的那首歌蛮好听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点小小愧疚啊，然后我也是想说有机会一定要再跟你合唱。谢谢你。OK， 我觉得聊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了解你，就是 OK， 我们先从你到底你以前中学、大学，其实你念什么科系？中学、大学啊，其实我大学是念动画系的，然后其实我中小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让父母还有老师头痛的一个孩子。会吗？完全不像，对不对？对，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很会读书、乖很会念书？没有。对其实我品行不坏，但是我就是很不爱读书，很不爱做功课那种。所以我的妈妈就会很头痛，然后会给老师打，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就变成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少年。你叛逆是不读书罢了，还是会霸凌人家？我不会霸凌人家，但是我会逃学。okay. 然后妈叫我去补习的时候，我就不要进去补习班。OK， 这样子的那种叛逆，然后我的妈甚至要带我去问神啊、拜神啊那种。为什么我这个孩子会这样啊？然后你的成绩是好的还是不好啊？也不好。我的成绩是超级不好的，就是我在小学、中学以前的什么 PMR、UPSR、SPM 啊，都没有拿过1个 A 的。哇，这么惨！对，我是很差很差，就在学术上面啦，学业上面。OK， 然后我在后来。我其实读过读中，也读过国中。我读中读了初1、初2、初3，然后我就留级了。
Oh my god！ 对，我就留级了，然后我就转去国中，然后才从那边顺利毕业，因为国中不需要留级的嘛。这样子。你其实是因为叛逆不想读书，还是你觉得你是笨就是读不到书？我觉得我就是没有读书的天赋OK。然后我以前其实我很小我就觉得读书是没有用的一件事情。然后可是我的语文科还 OK 啦。中文还是全部都可以，三语都 OK， 但也没有很好，因为都没有拿 A 嘛。OK。但是就是没有不及格咯。但除了这3个语文科之外，我就其他东西都是不及格。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讽刺的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其实读理科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放去理科那边啊，然后就所有理科应该要拿的科目都让我 fail 完。Oh my god！ 你算是那种倒数几名的倒数，而且是我把那个 SPM 的那个总平均拉低。天哪，学校很恨你。所以我相信啦，应该是这样。OK。然后后来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家长其实很支持我个人的兴趣，所以我在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念了那个动画系。OK， 我很好奇哦，这样子你讲你读书很差，这样还有美术科的吧？应该以前没国中没有美术科，国中有美术科，但是没有美术的这个专科是吗？它就是有理科、文科，还有一个叫什么 account， 所以它好像是没有。可是你平常一个 subject 有美术这个 subject 吗？就是上课。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没有美术课的哦。读中的时候有，对，读中的时候有，但是国中的时候没有。国中是没有美术课，所以你也拿不到美术 A， 你也没有，就是没有。所以人家就会觉得哇，你就是什么都不厉害的人，但其实你很厉害画画。对，我其实从小就很爱画画，所以我相信很多艺术家啦，或者是他们在爱画画的人，他们在中学、小学的时候的课本应该都是很多涂鸦。你就是那一种。我就是那一种。就是画那种国父的照片，对，孔子的照片，把他那个下半身填满下去的那种。然后老师经过我后面，有一些老师就会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老师，就是他其实放弃。其实当我被放弃的时候，所谓老师放弃或是家长放弃的时候，我反而会比较轻松一点。要不然，其实我现在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梦到我回去小学、中学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噩梦来的。我也是。你是吗？我也是经常会，就是时不时会梦到。可是你看起来就像是在学校表现会很好的学生还好。OK， 这个就聊到我的部分，我就不聊。OK， 对，你就继续聊你的。为什么呢？你会觉得噩梦？因为就是以前要背听写啊，化学啊、物理啊这些东西，我就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东西啊。可是我每一天要去经历那东西，所以当老师放弃我的时候，他反而不对我骂不打，对我反而就比较那一段时期，我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多阴影。好特别哦，人家是很感激那种，就是很就是监督你，很积极鼓励你，你反而是很感谢那种老师放任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为什么我会讲这？是因为当我的妈妈开始放弃我的学业的时候，我比较变成一个不这么叛逆的小孩然后就跟我妈的那个关系会比较好一点。OK，所以我觉得刚好我是被放在一个我不擅长发挥我自己专长的一个地方。对，如果你今天你中学读的就是一个纯美术学校，可能你就是自由生对，你的那个成绩很差，然后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会有困难吗？还是他完全没有看成绩？你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我这间学校我是 The One Academy 嘛，它的入学资格没有很高，就是你只要在 SPM 有3个 C， 3个 C 基本上就可以进去了的，任何科目3个 C， 他马来文需要也有 C 啦，这样。可是你都有达标啦，对，我都有达标，所以我就顺利进去，然后家里的人也很支持，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去读动画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在 The One Academy 读动画的时候，对我的成绩是不错的。OK， 然后后来我其实毕业于 The One 了之后，我又去英国读大学。哇，我完全不懂有这个经历。对，我去英国读大学，其实我做了2年的工作，我去英国读大学，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才有机会好好的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像你整个大学是很开心的，对吗？开心啊，非常开心啊！就是我做功课啊，是完全不需要别人逼的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嘛。然后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拿到那个叫什么First Class Honor 然后我也是有拿到一些动画的奖项哇！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我觉得啦，让我的父母骄傲。OK，
OK 啊，我看你讲这段经历的时候，眼神是有光，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咯，就是让人家觉得其实，我们不厉害读书真的不代表什么，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专长。对。然后你的专长就是在绘画和动画上面，可是你后来呢，就是你毕业了过后，你就直接是当学校的老师吗？对，我其实在 The One 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当助教，然后当了2年半之后，我才去英国读大学的。然后读了大学之后，我就回来母校再继续教书啊。OK， 但是其实你有想过为什么要留在母校教？没有想过就是可能做一些就是外面做一些动画公司啊？这个就要讲到以前你知道小学的时候不是会有填志愿表的，记得吗？讲说你长大想要做什么东西。你想做老师？对，其实我以前我确实写了3个志愿，一个就是老师、歌手还有画家。哇 ，OK， 所以基本上我是很幸运的。此时此刻都在做着这3，你3个都中完了哎，对，所以是幸运了，我觉得。OK， 我觉得这个会很感动，你看回去，因为我自己也是看回去就是蛮感动的，就是以前我小学的那些资源，有歌手在里面呢，有歌手在里面。其实我已经忘记了的，后来有一次我在整理我就是我自己在整理我小时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作者，然后有歌手，然后我就觉得歌手已经完成了，然后出书我也是今年会出，所以我就基本都有完成到小时候的梦想啦，就蛮开心。所以你自己是本身没有兴趣，就是要做一些动画片？没有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帮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 industry 啦，就是动画是在 industry 做工，可能就是去不同的动画公司帮忙做动画广告啊之类东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想要教育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分享我自己懂的东西。可是你有想过可以帮一些人完成一些动画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吃力不讨好，因为其实动画这个东西它是很时间很吃力的东西，每一帧都要画出来嘛。可是现在应该有很多那种工具可以辅助，不用到一帧一帧。主要还是要看那个 project 本身的要求，因为有一些人确实是希望可以有手绘感的，比较重的，就是有点卡帧，因为它就是一帧一帧画出来，它叫手绘感比较重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钱没有太好赚了，就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个作品，然后它钱其实我觉得可能让我画一幅画都比较好做过要做一个动画。OK， 所以如果给你选的话，你也是想画多过做动画。对。其实我之前一直有在接那个就是绘画的 commission， 他们叫什么委托所以是外面的公司找你。之前我放在我的 Instagram 说我 open commission， 就是你们可以想要画什么东西可以找我，然后就有很多人找。OK， 我做到比较开心，因为它其实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而且是我擅长的东西。OK， 我觉得这个可以聊很久，对，我们这个之后私下再聊。我想聊回你唱歌。OK， 就是你小时候，我们刚才讲完了，你就是画画的部分，这样你唱歌的兴趣是几时开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生下来就有，当然不是 baby 的时候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兴趣来的。它跟我画画其实一样，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所以唱歌啊、画画都是跟艺术相关的东西。这样子，你小学有没有参加那种歌唱比赛？有啊，以前就会参加唱歌比赛啊，然后也不是在学校啊，校内外都有拿过最顶的。好像有跟一个人一起合唱一首歌，都拿过第1名。哇！合唱，自己唱好像不记得。校外的比赛，这样很厉害耶，可以拿到第1名。它是佛曲比赛还是它就是流行歌？不是佛曲比赛，它就流行歌比赛。这样真的很厉害了。所以你在中学、小学都有参加歌唱比赛，但是你没有想过就是大学要去读歌唱系之类？其实有。如果我今天没有学动画的话，我应该是会念音乐相关的科系，我觉得应该会是这样。是什么原因最后你选了动画？因为其实我在还没有选动画之前，我自己想要做影视的，就是拍短片，拍电影啊，或者是舞台剧啊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其实已经是报名了课程在新纪元然后我就去了一个 education fair，然后我就看到动画的那个作品，我想这个我感觉好像也很好玩，然后我就去了解，然后我就
就被吸引了啊，被吸引，然后我就去参观那个学校之后，我就进去读了。OK， 所以真正吸引你的是什么？所以你这样子讲的意思，动画其实比唱歌更吸引你，还是什么？我觉得之所以之前没有选歌唱或是音乐相关的东西，是因为它对我来讲概念很模糊，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东西。然后我选摄影，至少我知道我好像可以拍电影啊。然后我不知道学音乐是要学乐器吗？还是你要当歌手？还是你要所以那时候很模糊，而且好像其实也没有太多学校，对，好像没有太多学校是在 promote 音乐系这个东西。至少我接触到的是没有啦，所以就很自然而然没有往那个方向去。那时候对马来西亚的他可能对咯，其实马来西亚专攻音乐的学院会相对比较少，对对我懂的就只有那个海螺，他后来也改名了叫 Apex Star。 他们是学校吗？对，就是有学完词曲啊、编曲啊那些，就整个学院就是音乐的。因为如果你是读大学，然后只是某个音乐科系，可能他也不是他的强项，我会觉得啦。OK， 所以到最后你选了动画，然后这样大学的时候，你还有在参一些唱歌的 project 吗？那些？算是没有。但是你是怎样接触到佛曲的？因为我记得你还没有接触我之前，你就有参与过一些佛教的歌曲。对，这个应该就是我的一个同事啊，动画部门里面的一个同事，他有一天叫我去参加一个试音活动。然后其实我去参加这试音活动，我以为只是要去参加表演唱歌然后他其实就是黄慧英老师、EDOA 老师的一个演唱会。对，他是一个他的那个演唱会名字叫做礼赞梵乐，礼赞梵乐Sadhu for the Music。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佛曲的一个演唱会在找歌手。然后我试音就通过了之后，我就去参加那个演唱会。那个演唱会好像有60个歌手，我是其中一个啦，是有点大合唱的感觉大合唱的，所以在那边认识了很多佛教圈子的朋友。然后后来因为这样子认识了一个团体叫做生命中的朋友他们也是做创作歌曲，还有主要是创作佛曲的专做佛曲的一个团体叫生命中的朋友。生命中的朋友。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唱更多佛曲，然后也是有所以那时候你已经录了几首了？对，之前我已经录过几首佛曲，因为这个生命中的朋友所以那张专辑里面有你的歌那张专辑没有，但是有一些专辑里面也会有我的声音，然后他们也是有帮忙接一些佛曲的 case像你这样子啦然后你是独唱呢，还是大合唱？都有独唱，也有合唱、对唱都有OK， 所以我的那个朋友才知道我也会唱佛曲，所以他把我的名字 tag 在你的。这样子那些歌现在还找到吗？还找到啊 ，YouTube 上有你唱过的佛曲，有啊。像我要挖出来到时候我再跟你讲什么歌。OK， 我讲回我跟你一起唱的这个《佛陀的光》，你当时候我邀请你的时候，你是算是爽快答应吗？还是你有迟疑？你是想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爽快答应。对，爽快答应，因为反正你都是有唱佛曲的习惯对。但是讲要拍 MV 的时候，你就迟疑了。是我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我觉得献声至少它是一个传递善意还有正能量的东西，然后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没有问题。OK， 但是如果要拍 MV 的话，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主要是因为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要呈现在荧幕前面。尤其是你们现在都是用 4K 的，然后你的粉丝 base 也很多，所以我基本上我就没有信心啦，是这样子然后真正拍好过，你应该觉得应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吧？对，如果经历了那东西之后，我觉得确实是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其实佛陀的光，我们算是用很简单的形式因为我们其实我在构思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我要推广舞蹈嘛，二方面我不想要把我们营造成那种圣人，或者是就是如果 MV 拍到我们很虔诚我们这边吃素，我们这么礼拜，然后我平常没有这样做我就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呢我就想说就简单，我们就跳舞就好就是我们就做回我们自己
反正跳舞是人人都会做的东西嘛。如果讲 MV 我们要就是做得很庄重，这样我又觉得不太适合啦。因为我们其实最重要是推广佛陀嘛，不是推广我们自己。那为什么我会要拍 MV， 也是因为我觉得有 MV 的话，它的那个传播力是更大的，一定是更大的。确实，就是有画面可以看。对，如果你只是做歌曲的话，和你有拍 MV 的话，它的流量可能是10倍、100倍的，因为大家就是视觉动物嘛，而且还可以一起跳舞。对，所以其实之后如果再整唱佛曲，你应该就都已经做过了，应该就没有关系，很乐意的去上镜。OK， 然后现在给你在选择的话，其实你现在有想过就是要继续深耕音乐这方面吗？现在应该没有因为我现在我的主业就是画画和当动画老师嘛，对，所以我觉得它已经算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会跳出舒适圈的人 ，OK， 所以我还蛮享受于当下。我是很容易跳出舒适圈，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就是这次唱好佛曲过后，你会讲好，我接下来就是要出一些原创歌曲，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出原创歌曲呢，意思讲我要自己去做词作曲这样子吗？只有词作曲，或者是你找人制作歌曲？好，其实我是有想过，因为毕竟我只是对唱歌有兴趣嘛，所以其实我平时也是有会哼一些旋律，然后记在我电话里面。但是我不会写词啊，然后我会想说，我很希望把这个旋律变成一首歌，被完成的作品。然后可是我就没有概念，因为我没有这个背景嘛，我不知道应该要从哪里下手，应该要去找谁这种东西。可以找我，真的吗？但是我外面收费很贵，我可以算你便宜。所以你会自己有做了一些曲子，是还没有唱啦，就是还没有完全填词啦。对，我有尝试填词，但我填词是不行，不可以。OK， 可是你有想过真的去完成这些事吗？因为我是那一种就是很多梦想的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然后我梦想达成了过后，我会反而很落寞的。就是可能为什么梦想达成会落寞？不是应该很开心的东西吗？不会，因为我的欲望太多了，就好像我想我要做佛曲，我达成了过后，我开心了2天过后，我就达成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好？就是我会想佛曲做了，我又要做什么呢？端午节吗？还是要做冬至？我是那种不容易满足的。会不会因为那个是你的这个是主业的东西？好像比如我教书，我就是时间表被安排好了，对，所以我就是去过那每一天。我是一个很难每天做同样东西，所以弄到我每一份工作其实我觉得上司会不太喜欢，就是老板会不太喜欢我这种人，因为我每份工作2年，最长2年我就跳槽，我会觉得我又在做同样东西了，我已经没有那个满足感了。就是你可以把我想象成是一个怎么呢？变态杀人魔，就是我已经或者是吸血鬼，我已经不够没有新学习了，就是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东西。这样我跟你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那时候还不熟，他问我你打算在那边做多久？我想做到这个学校。天哪，到为止！Oh my god！ 然后我那个是差不多10年前嘛，我到现在还是这种想法。OK，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唱了这个佛曲，有让你的人生一点点不舒服，但是 OK。他没有到不舒服啦，他只是就是跳了一点点舒适圈。对，他只是跳出舒适圈吧，他没有到不舒服。OK， 跳舒适圈其实就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其实 OK 吧，这个算是一个快乐难得的回忆，特别啦，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回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想象过会这样其实我是不介意平平的人生，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拍 MV 的经验，我觉得是有点缀。OK， 所以你其实自己还有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的吗？其实如果你问我觉得小时候我已经过着我小时候梦想的样子了所以我应该没有什么梦想是还没有实现。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会规划大方向的人。OK， 然后我比较倾向于相信眼前我想要做的东西，可以做好的东西就尽心尽力去做。OK， 然后这样你一点一点走，那个生命它那个模样就会自己浮现出来。OK 其实我也觉得OK， 一方面我也是羡慕你的，虽然我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也羡慕你，因为你算是一个比较容易
这个什么安于现状，就是就是反正我这个工作做一辈子，我是那种一直换的，就是我今天要做这个东西，然后隔天可能就否定这个东西，然后后天又想做别的东西，是一直想做很多不同东西。但是其实像你这样也挺好，就是我专心做好我的动画事业就好，而且我也不做别的，我就教，我就传承。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啦，如果我一直在做着我不享受的工作，当然也是会想办法离开，然后去找下一份东西。所以你在学校教书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啦，不会让你内耗啦。因为有一些人是反而是自己兴趣的东西不能当工作，因为以前可能是我爽画，然后现在是我天天要教人画，它就变成是一个工作而不是一个兴趣啊。偶尔会这样，但是大部分时间不会。我反而其实是，如果我今天心情比较低落，然后我去上班去教书的时候，它会让我忘记心情不好这件事情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其实后来跟很多人聊了之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我想要什么东西，我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我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是没有觉得没有遗憾啦。目前为止是没有遗憾。OK，好，这样子到最后呢，你有什么话想要鼓励大家的？可能一些在看着这个节目的人，或者是一些曾经像你一样可能学术成绩很差的人。我觉得其实我比较想要跟成绩很差的小朋友的父母说OK， 不需要太过紧张小孩子的学业，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断的证明了不是唯一的出路啦，就是其实你人生过得怎样比较取决于那个人对人生的心态和态度。学业这个东西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啦，所以不需要太过紧张。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太过紧张，孩子的学业导致到两个人亲子关系不好，反而是比较没有这么值得的东西。然后对别人讲我觉得因为人生太多变数啊，很无常嘛，所以未来的东西很难现在去计划，然后去实践，所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就去做，然后生命就会有自己的样子跑出来。哇，讲得太好了！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看了这个影片呢，听了今天的这集 podcast 呢，能够有所收获啦。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Timmy。然后呢，我相信这不是我们的第一首和第二首佛曲啦，接下来未来日子还很长，可能还会有第三首、第四首，好，没问题的。然后呢，希望大家还有机会再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啦。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